子的歌，你从来未对我唱过。你能为我唱一遍吗？《甄嬛传》里太后与四大爷的母子关系为何如此塑料，以至于太后病逝前，四大爷都不愿满足他最后的心愿呢？这里我们不得不 cue 2个人，第一位隆科多，也是这样一个阴霾天，朕躲在张伟后面，额娘被隆科多牢牢地抱着。隆科多四大爷的亲舅舅，太后的老情人。虽然他在剧中戏份不多，四大爷的脸色总是光速的阴沉下来，不为别的，只因四大爷在年幼时曾无意中撞见了自己的亲娘，被隆科多抱在怀里的那一幕，从此便留下了心理阴影。用四大爷的话说，皇阿玛他是天子啊！堂堂天子被自己的宠妃和朝臣戏弄，四大爷同情自己的老爹，更厌恶这个和自家老妈有私情的舅舅，所以四大爷一登基，几乎就下定了决心要除掉隆科多。别人都可以放过，隆科多是非死不可。同时，太后对隆科多的维护也让四大爷的内心深感厌恶，自己的儿子不去顾，反去顾念他的情人。在四大爷心里，太后既不爱皇阿玛，也不爱自己，于是心存芥蒂，自然就和太后亲近不起来。选秀开始之前，太后来给四大爷送夜宵，是死是活都恶心。这顿饭四大爷是怎么都吃不下去了。隆科多进宫那回也是，四大爷摆明了不想他来。舅舅急着见朕，可有要事？言下之意就是你最好有点什么要紧事，不是就赶紧滚，朕不想见你。紧接着就冲隆科多临走前说的话，四大爷想杀他10000次都够了。奴才听说太后凤体为何，不知是否恢复，奴才想向太后请安。怎么背着自己偷情还不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也想染指自己的亲娘，还嫌皇阿玛头顶的帽子不够绿吗？这跟果子狸每封信都写熹贵妃安有什么区别？表面上云淡风轻，四大爷心里这把气得不行，于是想都不用想就回绝了。舅舅进宫一趟也累了，皇额娘病中乏力，否则可以与舅舅闲聊叙旧。如今太医说要静养，一时恐不得见。换句话说，下次就别想了。而太后呢，她也是个苦命人。想当年太后与隆科多青梅竹马，原本是要定亲的，结果隆科多这个隐形渣男，在太后参加选秀前有心算计了她一把。原来你早就……没办法，太后只得狠下心手刃初恋，让四大爷放心。结果四大爷对太后的疏离却是不减反增。隆科多死后，太后病重，四大爷只以为是太后舍不得隆科多，自己悲伤过度，如此一来，便是连请安的次数也少了。直到死，太后都没能得到四大爷的谅解。第2位，老14。皇额娘，儿子是在孝义仁皇后的膝下长大的，不比老14是您亲手带大的。这个全剧中脸都没露的人是四大爷心中的一根刺儿。虽说四大爷和老14是兄弟手足一母同胞，但是四大爷出生之后就被先帝报给了佟佳氏，也就是孝义仁皇后抚养。直到佟佳氏去世，四大爷才重回太后膝下，离了照顾自己的养母，再去和生母相处。四大爷多少有些别扭，但是老14不同，他自小便养在太后膝下，是太后最心爱的小儿子。一个是放在别人那养的，一个是自己亲手带大的，太后很难一碗水端平。所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太后心里最惦记的始终都是老14。这只簪子贵在是太后怀14爷的时候戴过。温宜的生日宴上，霉运事件还没有东窗事发，梅姐姐头上的簪子由于是太后亲自赏的，十分精致，还引得嫔妃们热聊了一番。宝子们请重点关注四大爷现在的表情。华妃刚说完，这只簪子是太后怀老14时戴的，四大爷明显就不高兴了。朕的孩子，太后送和老14有关的簪子是什么意思？当朕不存在吗？从这个小细节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四大爷对于太后的偏心，不是一时的不满，而是一直的不爽。再加上在之后的剧情当中，四大爷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老17的骑射原本都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
如今魂都忘了。没错，太后最喜欢的是老十四，先帝最喜欢的是老十七，自家爹妈都喜欢弟弟，剩下一个四大爷，可不就是爹不疼娘不爱的小可怜了？眼睁睁看着弟弟受宠，四大爷内心极度缺爱。或许在他年幼时期，也曾奢望过和太后亲密无间的场景，两人可以母慈子孝，如同寻常母子一般。可太后那时已经有了老十四，当偏爱的天平开始倾斜，就是母子间的亲情出现裂缝的开始。时间一长，四大爷始终都会认为自己的亲额娘爱隆科多，更爱老十四，唯独不爱自己。所以当太后临死前还在说：皇额娘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让额娘见见老十四？四大爷的一颗心真是寒得彻底。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死前希望见到的一定是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人，可那个人不是自己，是老十四。事实证明，偏心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偏心。太后只知道四大爷不让他看老十四是冷心冷情，是忤逆不孝，甚至不惜恶狠狠地诅咒四大爷。你忧尽皇亲，手足相残，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肯放过，你会落得六亲不认、骨肉分离的地步。完全不顾四大爷心底渴望母爱的卑微愿望，从来就没得到过满足。一时间，四大爷松开了太后的手，对于眼前心都偏到天边去的母亲，不再抱任何期待。等太后彻底合了眼，四大爷才卑微地提了一个请求：这儿哄孩子的歌，你从来未对我唱过，你能为我唱一遍吗？一段母子情走到这个份儿上，也是令人唏嘘。在《甄嬛传》中，胖菊是怎样让太后心甘情愿去杀隆科多的？细品之下才发现，这一切早已注定。我们得先明确隆科多在当时的处境下，是不是非死不可？答案当然是啊。在胖菊处理年党一事时，张廷玉曾对胖菊禀报过一件事儿：臣已查明，年羹尧派家人四处经商，谋取暴利。年羹尧之子年富年彬，伪边名色，私占盐池。这2年获取暴利超过17万两。胖菊意味深长地说了一番话：凡人臣者，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以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胖菊的眼神可是直勾勾地看着隆科多的。这一番话看似是在说年羹尧，其实是在暗中敲打隆科多。胖菊初登基时，最大的功臣就是年羹尧与隆科多2人，这便是成功易。现如今年羹尧屡次僭越贪污，就是话中的守功难。所以隆科多听这番话时，表情十分不安。之后在群臣弹劾年羹尧时，胖菊向他们提起一个问题：前2日，朕问了年羹尧一件要紧事，自然了，朕也想听听你们的意思。接着胖菊继续说道：老8允嗣和老9允堂被关在宗人府也有些日子了，朕听说他们不仅不安心思过，还辱骂朕与先帝。你们以为朕该如何处置？看看胖菊这眼神，先看向张廷玉，后又看向隆科多，显然就是在试探2人的态度。张廷玉率先回答：罪臣允嗣、允堂结党妄行，他们若不思悔改，便是自作孽，不可活。胖菊听完，面上不动声色，实则心中十分满意。他接着又故意问起一旁隆科多：舅舅以为如何？隆科多的回答和年羹尧相差无几。奴才以为允嗣与允堂虽然有罪，但终究是皇上手足，不如请族中的尊长到宗人府教导2人。隆科多这样一番话，其实已经让胖菊动了杀心。但是如今年羹尧还未倒台，他还需要隆科多在朝堂上牵制年羹尧，所以一切得从长计议。其实除掉隆科多比铲除年羹尧还难，因为隆科多不仅是功臣，更是胖菊名义上的舅舅。无论他犯下何种罪行，胖菊顾及天下人之口，都无法处死他，除了一个罪名，那就是谋逆。
年羹尧不就是因为与敦亲王勾结，构成谋逆的大罪，胖菊这才得以名正言顺地处置他的吗？胖菊很清楚，隆科多并没有谋反的心思，所以他才会早早做下准备，将年羹尧的长子给隆。这样一来，年羹尧倒太后隆科多也难逃干系。谋逆的大罪，再加上其他罪责，隆科多已经是非死不可。所以这样板上钉钉的事儿，就是太后无法拒绝杀隆科多的第一个原因。毕竟，与其让隆科多声名狼藉的死去，还不如由他毒死，这样至少还能保留隆科多的体面。第二个原因就是胖菊对太后说的一番话。胖菊知道太后与隆科多是旧相识，现在他要处置隆科多，当然得来太后这儿试探出他的心意。胖菊首先提到隆科多结党营私，与年羹尧早有勾结。就是隆科多借隆科多求情，不就是在变相的承认自己与隆科多有私吗？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让太后亲自除去隆科多。太后明白其中深意，再也撑不住了，身子无力地往下一坠。这其实也是太后答应杀隆科多的主要原因，因为她根本不能拒绝胖菊用太后之位要挟，就是在用太后最在意的家族荣耀做赌。而太后满盘皆输，因为她赌不起，也不敢赌。地位。太后与隆科多年少相知，本来可以白首不离，但是她却忽然被告知自己要参加选秀，于是她便找到隆科多，叫他找法让自己落选。法子隆科多是说了，但不是让他落选，而是让他入选。太后如此相信隆科多，隆科多却为了利益而算计他，断送了他本该自由的一生。太后又岂能不恨，岂能不怨？你断送了我的一生，如今由我来断送你的。没有隆科多的扶持，胖菊很难顺利登上皇位。但是若没有隆科多当年的算计，又怎会有他如今这样凄惨的结局呢？一切早有定数。在甄嬛离宫后，势力大不如前，再加上皇后的授意，因此在甘露寺过得十分辛苦。若不是方若隔三差五来看望甄嬛，给甄嬛带来各种帮助，并且用太后的名义来压制甘露寺内各种势利眼，甄嬛的日子只怕难上加难呀。而方若嬷嬷帮助甄嬛，其实也就是太后帮助甄嬛。那么太后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方若关照一个已经被废去位分的嫔妃呢？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于沈眉庄。我们都知道太后是十分喜欢沈眉庄，而且还常常夸奖沈眉庄。太后曾经说过，惠嫔端庄纯孝，这等评价其实很高。叶答应的事儿发生以后，沈眉庄心事不宁，于是太后就问，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觉得哀家最近没有照顾婉嫔，没让方若去看她？方若虽然没有出宫去照看婉嫔，但料来甘露寺的姑子也不敢怎么样。这里就可以了解太后前期其实很关照甄嬛，有沈眉庄很大一部分加成因素。太后猜到眉庄所担心的，并且宽慰她，这里就很像母亲宽慰女儿，可见沈眉庄在太后心里的地位是非同寻常的。所以当沈眉庄在太后耳边吹耳边风时，太后自然少不了要关照甄嬛。叶澜依之事发生时，太后震怒，她对沈眉庄说，眼下就有人敢在哀家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了，哀家一旦离世，怕就再也庇佑不了你们了。这里太后用的是你们，太后想要保护的人除了眉庄还有谁呢？在嫔妃辈中，太后只中意沈眉庄。这里太后所说是无法护主皇帝的孩子，太后是很喜欢孙子辈的，无论是谁怀孕，太后都由衷的开心。而皇后屡次下手，让太后非常不满，因为太后并不希望看到皇帝断子绝孙，她仍然希望尽她所能保护皇孙。接着皇后来访，太后开口嘲讽，皇后好大的架势，紧接着又训斥皇后，你这样的好手段，逼死了齐妃，夺走三阿哥做自己的儿子，多干净利落。太后对皇后的所作所为心如明镜，而皇后也不拐弯抹角。既然皇额娘清楚这一点，也应该清楚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乌拉那拉氏家族。把家族因素抛出来，让太后无法责怪她。可太后如今不管那些，紧接着逼问，连同新贵人和富察贵人2次小产一起算上，你造的孽也不少了，难道还不肯罢手吗？
到这儿，太后已经知道皇后不停地在残害皇嗣，却为了家族荣耀，不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后也在不停地做出艰难的决定。皇后接着说：“可是臣妾知道，乌雅氏和乌拉那拉氏都不算家世显赫，皇额娘千辛万苦才成为太后，又保全臣妾成为皇后，延续荣耀。臣妾战战兢兢，所作所为都是为保家族权势，臣妾并没有错。”皇后绝不认错的态度让太后十分头疼。这里皇后用家族荣耀来警示太后不可干涉她做的事儿。太后对宜修已经无可奈何，她知道宜修的狠辣，连自己的亲姐姐都能够下手，更何况宫里的嫔妃呢？她只能嘱咐皇后，做人做事都要留有余地，赶尽杀绝会自断后路。太后担心皇孙，更担心皇后物极必反，没有什么很顺畅的路。太后怨言：“是怕宜修再这样下去，乌拉那拉氏与乌雅氏都会断送在他手里。但若宫中一直无人与他抗衡，他的狠毒必会逼死自己。”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话中含义就是宜修虽掌握大权，但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旦有一天东窗事发，便是罚无可罚的死罪，因为没有人顶替，所以乌雅氏和乌拉那拉氏的荣耀也有可能会就此毁灭，所以太后担心不已。而太后所想到的计策就是制衡局势。皇帝梦中喊甄嬛的名字，太后便知皇帝情深，所以照顾好甄嬛，太后猜到终有一日甄嬛会回来。她也希望甄嬛回来制衡局势，不至于让皇后一路错下去。同时太后希望有人能保护沈眉庄。最后太后还是抱着甄嬛回宫的心态去护着甄嬛。紧接着四阿哥被绿豆汤毒害，到这儿太后想要接甄嬛回宫的心就更坚定了。皇后屡教不改，一举一动都想让皇帝断子绝孙。三阿哥并不堪继承大统，而聪明的四阿哥会成为三阿哥登顶皇帝宝座时的最大阻力。皇后不惜直接除掉四阿哥。太后知道真相，十分生气，她不想皇帝绝后，更不想百年江山交予三阿哥这样不靠谱的人。所以这儿太后给了甄嬛最关键的帮助，就是要求皇帝接甄嬛回宫。哀家和皇后福泽身后，若是婉嫔的孩子再有什么差错，哀家和皇帝容不得他。这里太后也很是着急，一方面她担心皇后无人制衡，另一方面她担心甄嬛在寺庙无依无靠，皇后若要下手极容易得手，所以赶紧劝了皇帝接甄嬛回宫。宫中局势如此，太后担心沈眉庄，也担心皇后毁了自己，毁了大清江山，因此选择甄嬛是因为皇帝对甄嬛情深。甄嬛自己也很聪明，但太后并不十分相信甄嬛。甄嬛回宫后第一次见面，太后就感到非常奇怪，并且质问甄嬛是否有蹊跷，直到甄嬛说出：“因为当时臣妾为出月而离宫，身子一直不好，所以前去凌云峰常住。皇上来甘露寺时不见臣妾，以为臣妾还病着，故而到了凌云峰探望。”听到甄嬛这样回答，太后最后才安心。哀家也怕再招进一个狐媚的。可见太后对当年安陵容用药致使皇帝纵欲过度而高烧不退还有阴影，她需要一个懂事又聪慧的嫔妃辅佐在侧。后来甄嬛以糙米薏仁汤惩罚齐嫔时，得到了太后的肯定。眉庄说：“太后本来还对你心存疑虑，现下倒是100个放心了。”太后这才算是完全放下心来。所以甄嬛虽然以废妃之身被贬在外，却与宫里的动静息息相关。太后帮助甄嬛，其实也就是在帮助自己，更是在帮助皇后，帮助乌雅氏和乌拉那拉氏。听皇帝说，华妃尽早复位一事，是你的主意。在《甄嬛传》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小细节？同样是会外秀中，太后非常喜欢梅姐姐，却对甄嬛多有忌惮，时不时还要敲打甄嬛一番。这不，甄嬛前脚向大胖菊提出给华妃复位，后脚太后就约谈了她，请皇上在广施恩德，复年妃为华妃之位。而这场约谈可谓是惊心动魄，甄嬛全程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懈怠。那么约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让我们来扒一扒其中的细节。甄嬛来到寿康宫以后，太后壮硕无意地问：“有些日子
没好好的跟你说话了。最近都忙着什么呢？其实甄嬛忙着干什么，太后心知肚明，无非是忙着插手朝政。她之所以这样问，就是试探甄嬛在她面前够不够坦不坦诚。让我们来看看甄嬛是如何回答的。臣妾无事可忙，左不过是打发时间而已。内务府给御花园里送了2只仙鹤，长得挺漂亮的，和园子里原来那2只梅花鹿凑在一块儿，正应了鹿鹤长春的景儿。见甄嬛这样刻意隐瞒，太后感到十分不满，于是冷哼一声，端起药碗喝药，并不接甄嬛的话茬儿。这药好苦啊，喝的人舌头都木了。这时梅姐姐端着一碟山楂从帷幕后面走了出来。太后，这是新制的山楂，酸甜开胃的，您刚喝了药，用这个是最好不过了。看到梅姐姐，太后直接来了一个光速变脸。只见太后满脸笑容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还是你这个孩子有孝心。不得不说，太后是有点阴阳功夫在身上的。这句话里面的还是很有采揖捧揖的意味，还是梅姐姐有孝心，可不就是在暗骂甄嬛没孝心，当着婆婆的面儿都不说实话。既然你甄嬛不坦诚，那就别怪哀家疾言厉色。太后笑呵呵的品尝完山楂以后，便开始对甄嬛兴师问罪。婉嫔，你可知罪？甄嬛闻言赶忙在太后面前蹲下。臣妾惶恐不知，还请太后明示。甄嬛一味装傻，已经让太后失去耐心，于是太后直接开门见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以妃嫔之身干预朝政！因为太后的语气过于严厉，梅姐姐也开始替甄嬛担忧起来，一时间竟是手足无措。太后，太后见状，罕见地对梅姐姐说了一句重话：哀家问他呢，你慌张什么？太后不明白梅姐姐怎么就对甄嬛这么信任，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的情况下，张口就要替甄嬛辩白，这样的纯良心性怎么玩得过甄嬛的800个心眼儿？对此太后简直恨铁不成钢。甄嬛深知后宫嫔妃干预朝政是大罪，因此她必须咬紧牙关，坚决不能承认确有此事。臣妾不知太后为何要这样说，可是臣妾实在不敢犯这样的死罪。甄嬛的举动在太后眼里相当于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太后直接抛出甄嬛的犯罪事实。哀家准你自己说，追封太妃一事，你有多少参与其中？原来甄嬛除了提出给华妃复位，还曾建议大胖菊追封太妃。太后把话说得这么具体清晰，甄嬛心知不能轻易蒙混过去，但怎么回答却是一桩相当考验智商与情商的难事。毕竟要是回答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不过咱们嬛嬛素有女中诸葛之称，双商与反应速度皆是一绝。太后明鉴，皇上是圣明之君，追封太妃之事心中早有决断，其实臣妾可以左右。臣妾愚昧，以为追封太妃是后宫之事，才敢略说1、2句话。若说朝政，是绝不敢有丝毫沾染的。虽然甄嬛的回答合情合理，但太后并不买账。纵使你无异于朝政大事，你敢说这件事中你没有半点私心？不得不说，太后不愧是上届宫斗冠军，她问题尤其敏锐。旁人想要糊弄太后，可谓难如登天。甄嬛纵有女主光环，在太后面前回话也得小心翼翼。不过在追封太妃一事上，甄嬛本就没有什么好处可捞，只不过是为了替大胖菊分忧，才提出这个建议。于是甄嬛据实回答：臣妾不敢欺瞒太后，皇上是一国之君，总忧心于朝政，废寝忘食。臣妾得幸于皇上，能够侍奉左右。若有私心，也是希望皇上能够万岁平安，臣妾也能得以眷顾，平安终老。见甄嬛说的恳切，不像是撒谎的样子，太后便暂时放过了她。这点私心，后宫哪个嫔妃没有？也罢，起来吧。既然甄嬛说一切都是为大胖菊着想，太后也就顺着甄嬛的话头规劝她和梅姐姐：你的私心人人都是一样的，有了皇帝才有你们。就像曹贵人，她起码还有个女儿可以依靠，可是像你和梅儿这些没有孩子的，尽管眼下风光，
只怕晚景凄凉，所以你们能指望的也只有皇帝一人。梅姐姐自从经历假孕事件以后，就对大胖菊心灰意冷。太后虽然喜欢梅姐姐在自己跟前尽孝，可是为了梅姐姐的前程着想，太后认为梅姐姐还是应该在大胖菊身上多花心思。至于甄嬛，太后原本就觉得她干政过多，现在说这番话就是在提醒甄嬛，嫔妃的本分是尽心侍奉皇帝，为皇帝生儿育女，可别做出逾越本分的事儿。讲完这段劝告之词后，太后又提起华妃复位的事儿。听皇帝说，华妃尽早复位一事是你的主意。这里其实太后耍了一个小心机，太后不是不知道梅姐姐痛恨华妃，所以此时她故意当着梅姐姐的面询问甄嬛这事儿，其中意图就很耐人寻味了。我认为太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梅姐姐看清甄嬛的心机，以后和甄嬛相处时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太盲目相信甄嬛。估计甄嬛此时正在心里吐槽大胖菊怎么什么事儿都往外说，但事已至此，她也只能承认，见甄嬛对这事儿公认不讳，太后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倒肯吗？其实甄嬛对华妃的恨意并不比梅姐姐少，毕竟从表面上看，甄嬛小产可是华妃造成的，但嬛嬛却能按下个人情绪，劝自己的枕边人给自己仇人复位。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一个女人能忍到这种地步，必然是在谋划更大的事儿。甄嬛听太后的说话语气不对，知道太后定是起了疑心，便连忙解释：恳请太后明鉴，局势之下，前朝要安抚人心，后宫也要，臣妾不能为了一己私怨而干扰国事大局。这件事情总得有人受委屈，臣妾情愿自己受这个委屈。甄嬛讲话如此滴水不漏，太后也没有办法再挑她的刺儿，只好偃旗息鼓，假意安抚她。好孩子，哀家不料你有这样的心气，难怪皇帝偏疼你，准你入御书房陪伴。要说太后是懂卖队友的，前面刚卖了大胖菊，现在又开始卖皇后。哀家原本听皇后说你在御书房陪伴皇帝甚是妥当，哀家是不放心，御书房岂是后妃能够擅入之处？你又一向是个聪明伶俐的，若这聪明没有用在正途，哀家断断不会容你。这番话可以说是赤裸裸的警告，但太后觉得尤为不够，于是等梅姐姐离开以后，太后又单独留下甄嬛开小会。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哀家觉得不通，可是太有才了也会有薄命之险。这后宫里虽说你们只是一介女流，却是个女人一哭一笑都能引发前朝风吹草动的地方，自己的一言一行谨慎着吧。至此，这场惊心动魄的约谈终于顺利结束。不得不感叹太后的气场真的很强，也就是咱们嬛嬛够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换了别的嫔妃定然扛不住太后如此威严的兴师问罪。《甄嬛传》的前后对比有多绝，从出场到结束，从细微的发饰到整体的框架，每一个前后对比都让人忍不住唏嘘。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咱们来看安陵容初次登场的时候，那时候的安陵容身上穿的衣服用的是早2年京中就不时兴的织花缎子，头上戴的也只有2只素银簪子以及一块蓝布条。她既没有显赫的家世，又没有绝世的容颜，不出意外的话，像安陵容这样的女子是不会被皇上选中的。可偏偏意外出现了，正当安陵容准备接过撂牌子的花时，一只蝴蝶飞到安陵容的头上的鲜花上了。鬓边的秋海棠不俗，皇娘，既然她都带着花了，就别此花。安陵容留牌子赐香囊。就这样，安陵容成功入选，成为了安答应。由于安陵容头上的这朵秋海棠是甄嬛在候选区替安陵容解围后帮她戴上的，所以安陵容打心底里感谢甄嬛。为了报答甄嬛的恩情，入宫后的安陵容不仅把手中最好的料子做成暖炉套子送给甄嬛，而且还在自己得宠收到皇上赏的浮光锦之后，安陵容给甄嬛送去了2件，自己只留了1件。此时的安陵容对甄嬛可以说是真心实意的。
因为他出身于小门小户，生怕自己的东西配不上甄嬛，所以一旦安陵容得到了好东西，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把这件东西送给甄嬛。可是大家出身的甄嬛，她哪会知道自己触手可及的东西对安陵容来说是需要费尽全力才能得到的。于是当安陵容看到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服出现在了浣碧身上的时候，安陵容的心里开始感到不舒服了。虽然浣碧是甄嬛同父异母的妹妹，甄嬛疼她一些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安陵容她并不知道甄嬛和浣碧的关系，更何况在外人看来，浣碧就是一个丫鬟，瞧着自己满心欢喜送出去的东西，转手就被甄嬛送给了浣碧。敏感多疑的安陵容怎么能不多想？因此安陵容和甄嬛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后来安陵容加入皇后阵营，用书横交暗害了甄嬛腹中的胎儿，他们俩的姐妹情也因此回不去了。在这深宫中，安陵容和甄嬛再也不像往昔一样，闲暇时会凑到一块聊天自救，他们之间有的只是无休无止的争斗。最后安陵容因甄嬛暗藏在百合花中的香料和皇上动了情，这也导致安陵容本就不保的胎儿提前下线。小产后的安陵容终于体会到了当年甄嬛小产时的心情，她明白是自己亏欠甄嬛在先，所以安陵容她决定不斗了，她也斗不动了。因此在安陵容和甄嬛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咱们可以看到安陵容摘掉了所有的头饰，就连一开始象征着青涩单纯的刘海都没了，唯独还剩下那块蓝布条，原来他这一生都是不值得的。其次咱们来看甄嬛入宫前往碎玉轩的时候，甄嬛领着流珠和浣碧跟在领路的小太监后边，走着走着，甄嬛便看到成群的鸟儿飞来飞去。小太监表示鸿雁高飞是个好兆头，可咱们注意看，甄嬛只是微微笑了一下。鸿雁高飞，这可是好兆头啊！教主，赶紧走吧，还远着呢。这个笑和旁边的浣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浣碧认为这真如小太监所说是个好兆头，所以他是打心底里感到开心的。但是甄嬛的笑却只是礼貌的笑，而非真心。在甄嬛看来，她踏入宫门的那一刻起，她便再也不能像这些高飞的鸟儿一样，外面的世界与他再无可能，他的一生都将困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囚笼里。毕竟当初甄嬛不仅希望自己落选，而且当甄嬛入选的时候，她也并没有多高兴，甚至在成教进宫的时候，与安陵容满脸无限期待的模样相比，甄嬛更多的是忧虑。因此当甄嬛看到这群高飞的鸟儿时，她不由得以自己来类比，从而有些许忧伤。也正因为甄嬛知道被困住的滋味，所以当甄嬛扳倒皇后的时候，她特意派人在景仁宫养了一群鸽子，而且还特意挑那些活蹦乱跳的，目的就是要让皇后知道，哪怕她是中宫，她也依旧逃不出这四四方方的天。而皇后作为甄嬛的敌人，她不仅清楚甄嬛的用意，她更知道就算此时的甄嬛在后宫权力滔天，说到底还是和自己一样，永远逃不出这囚笼。甄嬛，这几年你也不好过吧？原来相杀的人竟然是相知的人，他们斗了大半辈子，到头来终究不如那群鸟儿活得自在，一生都只能困在这宫中。最后咱们再来看大胖菊登基的时候，长鞭一挥，朝臣井然有序地前去拜见新帝。大胖菊坐上了他渴望已久的位置，放眼望去，百官跪拜，大胖菊开始了他的皇帝生涯。前朝后宫也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历经75击之后，大胖菊驾崩，弘历作为新帝登场。同样是长鞭响起，同样是朝臣急走，弘历坐上了他心心念念的位置。放眼望去，依旧是百官跪拜，兜兜转转，就像一个轮回。前一个前朝后宫的争斗结束了，后一个前朝后宫的争斗开始了。《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件衣服，华妃恨不得撕碎它，甄嬛却用它来邀宠。它就是印着大朵牵牛花的蜀衣。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这件蜀衣有哪些用处。首先，这件蜀衣的料子是蜀锦菊送给华妃的。顶着做衣服如做人，一定要轰轰烈烈、花团锦簇才好的华妃，瞧着料子不是她喜欢的颜色，不免有些不满。可咱们听曹贵人对这块料子是这么评价的：其实啊，他们也用了心思了。娘娘您瞧，连这花朵都是用月白色的丝线掺了银线绣的，若是放在日头底下，一定好看。
虽然说咱也知道这花它确实是印上去的啊，但通过曹贵人的描述，又是掺了银线，又是在指头下银光闪闪的，可见这块料子有多好看。只可惜华妃嫌这朵花的寓意不好，为了诅咒甄嬛如牵牛花一样只开一叶，华妃派人把料子裁成衣裳给甄嬛送去。甄嬛瞧着周宁海给自己送衣服，心里忍不住犯嘀咕，华妃又要整啥幺蛾子？锦汐瞧出了甄嬛心中的顾虑，一本正经的胡说着什么。我家小主与蜀犯冲，这蜀锦怕是不能穿呀。呸！前儿才收了皇上送的蜀锦鞋呢，这会儿就与蜀锦衣犯冲了。周宁海为了完成华妃安排的工作任务，才不管甄嬛是真与蜀犯冲还是假犯冲，直接上演了一出仗势欺人，用嘴炮神功逼得甄嬛收下了蜀衣。周宁海走后，纯常在让锦汐把衣服拿给自己瞧瞧。对于这么一件难得的衣服，咱们听纯常在是这么说的：姐姐这件衣服和您那双蜀锦的鞋子做配，不是正好吗？10月的赏菊大会，姐姐穿上这一身绝对是冠压群芳。可见这件蜀衣确实不一样，但收到蜀衣的甄嬛却高兴不起来呀。她不知道华妃送这件衣服的目的，所以甄嬛对这件蜀衣的处理方式是先搁起来吧。就这样，这件蜀衣被甄嬛搁置了，直到甄嬛在长街受辱，决定重新邀宠时，这件衣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如果说甄嬛能成功获宠，少不了这眉庄把皇上引到倚梅园，以及那群藏在斗篷下的蝴蝶，那么在这场邀宠中，蜀衣的功劳也不小。仔细瞧，这不就是华妃嫌弃的牵牛花吗？结合一开始曹贵人说这件衣服在日头底下银光闪闪的，这不大雪天又是红梅盛开，又是阳光明媚，甄嬛穿着这件蜀衣在雪天阳光下祈福，按照蜀衣在阳光下立马银光闪闪的材质，大概此刻众人眼中的甄嬛是不灵不灵的。加上甄嬛一个起身一个旋转，周身布满蝴蝶，这不是妖女就是仙女啊，怪不得皇上当场就被迷得不要不要的。然而这件蜀衣的技能到这儿还没结束呢。甄嬛整了一出幺蛾子，成功吸引皇上之后，又玩起欲擒故纵的套路。皇上要在碎玉轩留夜，甄嬛不给皇上房卡，皇上下棋输了，再次请求留在碎玉轩。甄嬛却说，如果皇上要留在碎玉轩的话，那么自己只好去找沈眉庄了。一来二去溜了皇上几夜，甄嬛终于同意让皇上宿在碎玉轩了。等你修好了，朕便把这香囊日日都带在身上，片刻不离，好不好？哎，瞧见了吧，又是那件蜀衣。自从甄嬛从倚梅园演了一出闪闪发光后，连着好几天的甄嬛穿的都是那件蜀衣。为什么甄嬛对这件蜀衣这么爱不释手呢？除去剧组衣服不够，许多嫔妃换着穿之外，咱们看皇上下朝找甄嬛唠嗑时，甄嬛想这个香囊上的祥云绣什么颜色，皇上是这么说的：朕瞧着你身上的浅紫色便很好，绣成祥云和金龙的颜色也很配。可见这件蜀衣也吸引到皇上了，要不然皇上大可说朕瞧着你脖子上的毛绒好，就绣白色吧。最后咱们来看华妃即将下线时，甄嬛早早的梳妆打扮去给华妃送盒饭。这时华妃褪去华丽的首饰，一身素净，全然没有了往日里那份嚣张跋扈的气焰。阳光从窗子照进冷宫，甄嬛推门而入，仔细瞧，甄嬛身上穿的还是那件蜀衣。胆子还挺大的，冷宫也敢这样进。一个是举家败落即将下线的答应，一个是重新崛起风头无两的宠妃。阳光下华妃有多落寞，甄嬛就有多耀眼。最后甄嬛说出华妃多年不孕的真相，华妃不堪情爱错付，一头撞死在柱子上。一向轰轰烈烈的华妃，就连死也死得那么轰轰烈烈。只是不知道，要是华妃知道甄嬛用她嫌弃的那件蜀衣做成战衣，心里又会是怎么样的滋味呢？